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韭菜不香。Roblox 在2026年第一季度交出了一份表面非常强劲的财报，收入达到14.4亿美元，同比增长39%，预定额达到17.3亿美元，同比增长43%，日活跃用户达到1亿3200万，同比增长35%，用户在平台上花费的总时长达到311小时。相当于全球用户每天在 Roblox 里停留超过3亿4千万小时。但财报公布后，公司股价却在盘后大幅下跌。Roblox 把2026年预定额指引从原来的82.8亿至85.5亿美元下调到73.3亿至76亿美元。公司预计第二季度用户数量和使用时长还会继续下降，原因不是某一款热门游戏突然过气，而是 Roblox正在进行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的安全改革，年龄验证、聊天限制、儿童账户和更严格的内容审核，正在主动降低平台的传播速度和新用户增长。这让 Roblox 面对一个非常特殊的矛盾，它过去依靠儿童和青少年之间的社交传播快速扩大，但要想成为一家可以存在几十年的平台，又必须限制陌生成年人和儿童之间的交流。公司正在用短期收入和用户增长换取更安全的生态和更低的监管风险。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同时也感谢大家的观看。做这类深度视频不易，希望大家多多点赞和关注，这是对我们持续创作内容的最大鼓励。Roblox 的故事开始于上世纪80年代，创始人 David Baszucki 最早并不是游戏开发者，他和兄弟共同创办了一家教育软件公司，开发用于课堂的二维物理模拟工具。学生可以在电脑上搭建桥梁、车辆和机械结构，再观察重力、碰撞和运动规律。Baszucki 发现，很多学生并不满足于完成老师布置的实验，他们会主动创造奇怪的机器，设计比赛，还会互相展示作品。真正吸引他们的不是软件原本设定的教学内容，而是用工具创造属于自己的世界。这段经历后来成为 Roblox 最重要的基础。Baszucki 并不想制作一款有固定故事和关卡的游戏，他想提供一套工具，让用户自己创造游戏，再邀请其他人进入。2004年 Roblox 的早期版本开始开发，2006年正式上线。Roblox 这个名字来自 Robot 和 Blocks， 也就是机器人和积木。早期平台画面简单，角色像积木人，游戏质量也远远比不上大型主机游戏，但这种粗糙反而降低了创作门槛。用户不需要成为专业程序员，也不需要拥有大型工作室，就可以使用 Roblox Studio 设计地图、角色和玩法。传统游戏公司需要先投入数千万甚至数亿美元，花费几年开发一款产品。游戏上市以后，如果玩家不喜欢，前期投入可能全部损失。Roblox 把这个过程倒过来，公司负责提供引擎、服务器、支付、账号和分发，数百万开发者负责生产内容。只有真正吸引玩家的游戏才会获得流量和收入。所以 Roblox 不是一款游戏，它更像 YouTube 应用商店和游戏引擎的结合体。YouTube 不负责拍摄大多数视频，苹果也不负责开发应用商店里的每一个软件。Roblox 同样不需要自己预测下一款热门游戏是什么，平台只需要让开发者不断试验，再把用户引导到表现最好的内容。Roblox 内部的虚拟货币叫做 Robux， 用户可以用真钱购买 Robux， 再购买角色、服装、道具、特殊能力、私人服务器和其他虚拟商品。开发者获得一部分 Robux 后，可以通过开发者兑换计划换成现金。这里需要区分收入和预定额。用户购买 Robux 时，现金已经进入 Roblox， 但这些 Robux 可能在未来几个月才被花掉。公司通常不会立刻确认全部收入，而是在用户预计使用虚拟商品的期间逐步确认。预定额更接近当期实际收到的消费金额，收入则按照会计规则分期确认。对于成长阶段的 Roblox 来说，预定额往往比收入更能反映当前需求。如果预定额快速增长，未来几个季度通常会有更多收入逐步确认。如果预定额突然放缓，即使当期收入仍然增长，未来收入也可能承受压力。Roblox 的商业模式最强大的地方是开发者、用户和内容之间形成了循环，更多用户吸引更多开发者。
更多开发者带来更多游戏和虚拟商品。内容增加以后，用户停留时间更长，购买 Roblox 的理由也更多。平台获得更多收入后，可以继续改善引擎、服务器和推荐系统。这套生态曾经被市场低估，很多人把 Roblox 看成儿童游戏，认为孩子长大以后就会离开。但 Roblox 更接近一套社交基础设施，用户不仅为了完成任务，也为了和同学聊天、展示角色、参加虚拟活动，或者共同创造内容。疫情期间，学校关闭，大量儿童无法见面， Roblox 成为线上娱乐和社交场所。日活跃用户、使用时长和预订额快速增长。公司在2021年通过直接上市进入公开市场，股价一度超过140美元。疫情结束后，市场担心孩子回到学校， Roblox 会像很多居家概念股一样失去用户。公司确实经历了一段增长放缓，但平台并没有消失。随着国际市场扩张、推荐算法改善和内容质量提高，用户数量重新加速。2025年，平台多次出现爆款游戏，日活跃用户一度超过1亿5千万。最新第一季度数据仍然很强，日活跃用户同比增长 35%， 使用时长增长 43%。美国和加拿大以外的日活跃用户增长 40%， 说明 Roblox 正在从美国儿童平台变成全球平台。月度付费用户达到3100万，同比增长 52%。收入和预订额的增长速度都高于用户增长，代表付费用户比例和单个付费用户价值也在改善。不过，这些同比数字掩盖了一个重要变化。 Roblox 日活跃用户已经从2025年第三季度的1亿5200万下降到2026年第一季度的1亿3200万。公司预计第二季度还会继续下降。俄罗斯在2025年12月禁止 Roblox 对用户数量造成影响，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年龄验证和聊天限制。 Roblox 长期面对一个结构性风险，平台用户中有大量未成年人，游戏又包含实时聊天、好友系统和用户自己创造的内容。只要儿童可以和陌生人交流，就可能出现欺凌、诈骗、诱导、性骚扰和其他严重问题。公司过去强调自动过滤、人工审核和家长控制，但外界一直质疑这些措施能否覆盖如此庞大的平台。安全团体、媒体调查、州政府和诉讼不断增加， Roblox 已经无法只把安全问题当成普通运营成本。2026年1月，公司开始要求全球用户完成年龄验证才能使用聊天功能。用户可以通过身份证件或者通过摄像头进行面部年龄估算。年龄验证以后，系统把用户放进不同年龄组，限制儿童和年龄差距较大的陌生人交流。公司随后推出 Roblox Kids 和 Roblox Select 两类账户，5岁到8岁的用户进入 Roblox Kids， 聊天默认关闭，只能访问通过额外审核内容评级较低的游戏。9岁到15岁的用户进入 Roblox Select， 可以访问更广泛的内容，但聊天和社交功能仍然受到限制。16岁以上用户才可以进入完整平台。从安全角度看，这些变化非常合理。5岁儿童和17岁青少年不应该拥有完全相同的聊天权限。家长也需要知道孩子在玩什么游戏、和谁交流以及花了多少钱。但从增长角度看，年龄验证带来了直接成本。部分用户不愿意上传身份证件，也不愿意让摄像头估算年龄。没有完成验证的用户无法聊天，社交体验明显下降。新用户进入平台以后，更难立刻和朋友连接。游戏依靠朋友邀请和聊天传播，沟通限制也会降低内容的病毒式增长。Roblox 在第一季度股东信中承认，年龄验证对用户获取和参与度的影响超过预期，公司因此大幅下调全年预订额指引。原本预计2026年预订额增长 22% 到 26%， 现在只预计增长 8% 到 12%， 这不是一个小幅调整。它代表管理层认为，安全改革可能让全年预订额比原计划少接近10亿美元。市场对这件事的第一反应当然是负面。成长股最重要的是增长速度。Roblox 此前估值建立在用户使用时长和预订额长期保持高速增长之上。当公司主动限制传播，并且无法准确判断
影响持续多久，投资者自然会降低估值，但公司也没有太多其他选择。Roblox 如果为了维持增长而推迟安全改革，未来可能面对更严重的监管处罚、应用商店限制、家长抵制和品牌损害。对于一个高度依赖儿童用户的平台，信任不是附加功能，而是商业模式的一部分。2026年 Roblox 与内华达州达成1200万美元和解，同意进一步加强年龄验证、夜间通知限制和儿童保护。多个安全组织也要求美国监管机构调查平台。即使公司不同意部分指控，这些事件仍然说明监管环境已经发生变化。Roblox 现在的策略是先接受短期增长下降，再尝试让安全账户重新建立社交和传播。年龄验证完成以后，平台可以更有信心地向成年人开放更多社交功能，也能为儿童提供更清晰的内容范围。这可能带来一个被市场忽略的好处。过去 Roblox 因为儿童用户比例高，很难吸引部分大型广告商，也不适合销售高价值商品。年龄验证让平台更准确地知道谁是成年人，未来可以向不同年龄用户展示不同广告和商业内容。Roblox 已经开始建立广告业务，品牌可以在游戏里购买广告牌、传送门和互动体验。与普通视频广告相比， Roblox 广告可以让用户真正进入品牌创造的虚拟空间。服装、电影、汽车和消费品牌都可以通过虚拟商品接触年轻用户。公司还计划在2027年调整广告政策，让平台参与开发者和品牌之间的商业合作，并提供更统一的披露、审核和收入分配。过去品牌可能直接向热门游戏开发者支付费用， Roblox 很难获得收入，也难以确保广告符合儿童保护规则。新的体系可以让平台增加抽成，也能提高透明度。电商是另一个潜在方向，用户未来可能在虚拟游戏里试穿服装，参加产品发布，再购买现实商品。Roblox 拥有用户身份、社交关系、虚拟形象和支付系统。如果它能够把虚拟互动转化成现实交易，商业模式就会从销售 Robux 扩展到广告和电商。不过，这些新业务还没有大到足以支撑当前估值。Robux 消费仍然是主要收入来源，广告收入需要证明品牌愿意持续投入，电商则涉及物流、退货和用户保护。公司不能只因为拥有大量年轻用户就自动成为下一家大型广告平台。Roblox 还需要处理开发者经济的问题。平台的成功依赖开发者持续生产内容，但开发者最终能够拿到的现金只占用户消费的一部分。苹果和谷歌应用商店先抽取费用， Roblox 还要承担服务器、安全、支付和平台运营，剩下的部分才分给开发者。头部开发者可以建立工作室，获得数百万美元收入，但大量小开发者投入很多时间，最终收入很低。平台需要在提高开发者激励和保持自身利润之间寻找平衡。如果分成太低，优秀人才可能转向 Fortnite、Minecraft、Steam 或者独立游戏开发。公司最近推出更多人工智能创作工具，希望降低开发门槛。开发者可以通过文字生成三维物体、代码和游戏元素。长期看，这可以让更多普通用户变成创作者，也可以提高内容生产速度。但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也会带来质量和安全挑战。平台已经拥有数百万个游戏，如果生成门槛进一步降低，低质量、抄袭和违规内容可能大量增加。Roblox 必须同时改善推荐系统和审核能力，否则内容数量增加并不一定提高用户体验。从财务表现看， Roblox 已经比几年前健康很多。第一季度经营现金流达到 6.29 亿美元，自由现金流达到 5.96 亿美元，分别增长 42% 和 40%。 用户购买 Robux 时，公司先收到现金，再逐步确认收入。这种模式可以带来较强现金流。不过，公司仍然报告 2.46 亿美元净亏损。一个重要原因是股票薪酬。 Roblox 需要用股票吸引工程师、产品人员和安全团队，这会降低会计利润，也会稀释现有股东。投资者不能只看自由现金流，也不能只看通用会计准则亏损。更合理的方法是同时观察预定额增长、自由现金流、股票薪酬和股份数量。如果自由现金流增长很快，
但大部分价值通过新增股票转移给员工，股东获得的实际回报会低于表面数字。截至2026年7月20日附近， Roblox 股价大约54美元，远低于过去一年150美元以上的高点。股价下跌让估值明显下降，但公司也同步下调了增长预期。按照全年预定额指引终点计算，市场仍然在给予 Roblox 较高的增长平台估值。这个价格隐含的不是一款儿童游戏能够稳定经营，而是 Roblox 最终可以成为覆盖游戏、社交、广告、虚拟商品和电商的全球平台。多头的逻辑很清楚， Roblox 拥有超过1亿日活跃用户，用户每天投入数亿小时，开发者不断提供新内容，平台不需要承担传统游戏开发的全部风险。国际市场和成年人用户仍然有很大增长空间。安全改革虽然伤害短期数据，却可能扩大品牌广告和成年用户商业化机会。空头担心的也同样现实，儿童用户带来的监管风险会长期存在，年龄验证可能继续降低增长。热门内容变化很快，用户可以转向 Fortnite、Minecraft 和其他社交平台，开发者分成和应用商店费用限制利润率，股票薪酬又持续稀释股东。 Roblox 还面临一个身份问题，他希望被视为社交平台和创作平台，而不只是一家游戏公司。但社交平台需要承担更高的内容审核和儿童安全责任。公司越强调 Roblox 是一座虚拟社会，监管机构就越不会按照普通电子游戏对待它。我的判断是， Roblox 的核心网络效应仍然很强。第一季度收入、预订额、付费用户和使用时长都保持高速增长，说明平台没有失去吸引力。公司面对的不是需求崩塌，而是安全改革让用户进入和交流变得更困难。但安全问题不能被当成一次性费用。 Roblox 需要长期投入年龄验证、人工审核、家长工具和执法合作。平台未来可能更安全，也可能因此失去一部分过去依靠无摩擦社交获得的增长。接下来最值得观察的是，完成年龄验证的用户是否重新恢复聊天和使用时长，第二季度用户下降幅度是否超过管理层预测，全年预定额指引是否再次下调，以及成年人用户能否贡献更高消费和广告收入。如果 Roblox 能够在降低儿童风险的同时重新建立增长，它会拥有一个比过去更成熟、更容易商业化的平台。广告商和家长愿意信任它，成年用户也更可能长期留下。如果年龄验证持续打击新用户，安全争议仍然不断，而广告和电商又无法形成规模，那么 Roblox 的高增长时代可能已经过去。平台仍然很大，却很难获得过去那种高估值。Roblox 最值得研究的地方是，它已经不再只需要证明孩子喜欢玩游戏，它需要证明一座由1亿多人共同生活、创造和交易的虚拟城市可以在保护儿童的同时继续增长。这次安全改革可能是 Roblox 成立以来最痛苦的一次变化，也可能是它从儿童游戏平台走向长期互联网平台必须支付的代价。感谢大家观看，希望大家多多点赞和关注，这是对我们持续创作内容的最大鼓励。我是韭菜不香，我们下期再见。